俺を呼んだのは君だろ。那个男人回来了，从去年4月公开了新作剧场版制作的消息，更是在第一波宣传以 Final Chapter Begins 预告了这次的剧场版呢，将会是《城市猎人》在漫画完结32年之后，迎来属于动画版的最终章了。不免让人期待那个从未动画化的经典大决战是不是就此搬上大荧幕。而从特报预告公布的副标题天使之泪 Angelo Dust 更是把这个期待值直接拉满。那相信看过漫画的老粉呢，都会知道这个 Angelo Dust 天使城呢究竟是如何贯穿城市猎人的主线剧情。动画一直以来呢都跟漫画的剧情一直有所出入，所以对于不熟悉漫画剧情或者是新接触城市猎人的朋友呢，可能就不太理解这个 Angelo Dust 到底隐含着什么样子的爱恨情仇。而从日前发布的最新预告，更是实锤了那个在最终大决战中牵引阿辽与阿香命运的那个男人海原神登场了。然而从目前官方所发布的消息以及预告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与漫画不同的剧情线索，就让我们来逐步解析。ボディーガードからデートのエスコート、何でもお引き受けいたしましょう。人呼んでシティ。やめた！开头即是与漫画剧情截然不同的全新故事，但依旧是招牌的城市猎人。不管什么委托，只要是美女，我们阿辽绝对是义不容辞。当然，阿香大锤也是不会跟你客气的。猫探し？絶対ここにいるわ。都会のスイーパーだなんて。在新宿车站的广告看板上，可以看到前一部剧场版新宿 Private Eyes 的委托人近藤雅一，看来他依然还在担任模特。而与前作剧场版相同的是，时空背景都是设置于现代，所以连智慧型手机啊、网红等等的都出现了。这次的委托人安吉是在海外活动的网红，结果这次来日本旅行，在拍自己猫猫的时候呢，猫咪竟然走丢了。果然是在赚钱的网红，报酬肯定是不低，让阿香这么有干劲。像上次看到这么可爱的委托呢，应该是小孩被丢包给阿辽的时候了。而这次的 OP 更是找来了负责那首城市猎人神曲 Get Wild 的 TM Network， 重新写了一首新歌 Whatever Comes， 更是神再加神。负责创作的小室哲哉更是说呢，创作这首歌最大的对手大概就是自己的 Get Wild， 没办法 Get Wild 真的是太神了。然而相对欢乐的开场曲呢，更是呼应着后续即将迎面而来的危机。もし今、冴羽さんが殺されたらどうします？亮は死なないわ。ただ一人エンジェルダストに飲まれなかった男。やっとお前とやり合えるぜ。在寻找猫咪的过程中，安吉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委托的背后似乎不是那么的单纯，而我们的阿辽果然是被盯上了。而出场的也是两位全新的角色，皮拉尔克跟艾斯帕达。从目前官方推特公开的角色消息中提到，皮拉尔克与艾斯帕达是来自于名叫做 Wetworks 的神秘暗杀组织。Wetworks 这个词呢，是来自于俄语，意指谋杀或刺杀的工作。最早是可以追溯至19世纪的 KGB， 在剧中这个组织呢，可能也是源自于俄国，甚至是跨国的刺客团体。皮拉尔克提到，唯一一位没有被天使城吞没的男人，指的就是阿辽。这里先说一下天使城在漫画中的设定。天使城原名是 Fencycline， 缩写是 PCP， 俗称 Angelo Dust 天使城。它是真实世界存在的毒品，属于中枢神经迷幻剂，在台湾是2级毒品。从1950年代开始，原本要作为麻醉药使用，但后来发现会出现幻觉、新快感、思觉失调等副作用而被滥用，到后来还会出现好斗等暴力倾向。因此在漫画中，服用下去的人呢，会意识不清，被下药者操控，成为自杀炸弹客，体能与肌力都会被逼到极限，发挥出超越常人的力量，成为被车撞、被枪打到都不会死的怪物。然而在药性持续发挥的情况下，全身肌肉会坏死，还会出现禁断症状，最后会死亡。而阿辽过去曾经服用过天使城，但最终从垂死的边缘恢复存活了下来。这可以解释阿辽为什么这么强，而艾斯帕达为什么这么想和阿辽一较高下的原因。而他手中的针剂恐怕也是某一种天使城。ナノマシンによって超人兵士へと変えるエンジェルダスト。Wetworks 开始向阿辽发动了攻击，而刑警野上雅子也带来了情报，在海防族与美术的帮助下，调查生化公司 Zolotiku
发现了神秘组织委托生产以奈米机械注射的暗黑科技，可以把人变成超级士兵，而这正是天使城的最新型号。而我们看到真村，也就是阿香的哥哥阿辽的前搭档，倒在阿辽怀里的回忆画面。在漫画中，城市猎人接到暗杀的委托，真村因为不愿意帮毒品的组织杀人，而被服用天使城的杀手杀害了。临死前来警告阿辽，死在了阿辽的怀里。这个毒品组织叫做 Union de Obe， 台湾译作乐生会，是以中南美洲为基地的贩毒组织。在动画中并没有特别提到天使城，而杀害真村的组织则称作赤色天马。这便让我好奇，剧场版将会如何串接这些剧情。どうして亮を殺したいの？誰かが仕向けているのなら乗るしかない。冴羽亮という名前気に入ってくれているようだな。想解决城市猎人的人本来就多得跟星星一样，不管是曾经被阿辽打败过的仇人，又或者是想挑战黑暗世界的第一名宝座，阿辽对此一直都能从容的应对，直到那个真正的也最后的强敌海猿神，也只有他会让阿辽炸毛成这个样子。看过漫画的老粉都知道，他是一切的起点也是终点，他就是乐生会的长老，是他使用了天使城想要创造超级的士兵，他贩毒杀人罔顾人命。同时，他也是阿辽的养父。牙语辽这个名字就是他帮孤儿的阿辽所取的。这里就要稍微提一下阿辽的身世。阿辽很小的时候跟父母搭飞机坠毁在了中美洲的内战国家，他是唯一的生还者。在丛林里游荡到了游击队的村落，为了生存，他只能加入游击队，成为战士，开启了枪林弹雨的生活。而收养他的正是海猿神，他帮阿辽取名字，传授他所有的战斗技巧，跟他以父子相称。却也是他背叛了阿辽，骗他吃下了天使城。我们终于看到安吉展露出不为人知的秘密，手中撕成两半的照片，便是小时候的阿辽跟海猿蛇的合照，并说着最高杰作，指的应该是海猿对阿辽的评价。不只是他训练出来唯一一个不被天使城吞没的男人，也许更多的是对儿子那种病态的执着。而这意味着安吉应该是认识海猿神的，更有可能是海猿先派来探查敌情的。在漫画中，海猿神亲自出马之前，其实也派出了杀手，同时是阿辽在美国时期的搭档米克安杰尔 （Michelangelo）。一个安吉，一个安杰尔，同样都是金发，不免会联想在一起。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线索，在前面的片段，艾斯帕拉攻击阿辽的时候，官方90秒跟60秒的预告出现了不同的画面。在60秒的预告中，旁边多了一个安吉，而且是冷眼旁观的站着，这意味着安吉应该也是属于 Weightworks 的一个成员，只是伪装成委托人接近阿辽。这让热生会还有 Weightworks 之间的关系以及角色们之间的立场增添了更多的谜团。因为我们从特报预告中也有看到蒙面的 Weightworks 刺客与其他佣兵杂鱼对战，究竟 Weightworks 会是乐生会旗下的兵团，还是两方不同的势力呢？但是这可能就要看正片怎么说了。这里还有一个小彩蛋，根据这张照片的画风，应该是原作北条司老师特别为了这次新作剧场版绘制的。一方面这是比较接近现在天使星的画风，另一方面呢，完结城市猎人之后呢，老师就没有再画过海猿神了。生き延びている限り過去は追いかけてくる。決して逃れられない。ユニオンテオーペ。香りを頼む。每次总是会被拖下水的海房主跟美术，其实跟海猿也是有仇。在漫画中，当初阿辽服下天使城后，一人灭掉了敌方的整个部队，就是海房主的部队。只有海房主活了下来，眼睛也被弄伤了。一直以为是与阿辽的仇恨，其实都要算在海猿头上。在这里可以看到猫眼三姐妹继上一次剧场版新 Juku Private Eyes 的客串之后呢，竟然也一同回归这次的决战。我们可以看到飞鼠中的蓝色跟紫色应该分别对应的是二节来生瞳跟大节来生泪，他们这次的辅助作用很可能跟上集差不多，就是从高空做潜入，而又回到了真村被海猿的乐生会所杀害的那一天，正是阿香的20岁生日，只能将自己的妹妹托付给阿辽。对阿香来说，自己的生日也是哥哥的记忆，而这过去曾经终止，牵引着所有人爱恨情仇的宿命决战，现在要开始。劇場版シティハンターエンジェルダスト。お前の望みを叶えよう、亮。
最后来聊下战斗场面，可以看到从废弃工厂、码头货柜到行进的火车，场面可以说是非常浩大，与漫画集中在东京湾上的海原神游艇有明显的不同。而从阿辽的伤势、战斗姿势，还有公开的主视觉，可以发现他致敬的反而是阿辽与海防署的牧场对决，更让人期待正片的发展。写作《天使之泪》，读作《天使之城》，从这次的预告可以看出剧场版将要走出与漫画不同，而且更丰富的角色与战斗场面，但不变的是那个男人，那首 Get Well， 那个命运的对决。声优原班人马也回归了这次的最终章，这就好比《灌篮高手》的山王篇终于改编成动画剧场版的那个感动，真的是非常期待剧场版会给出我们什么样的结局。这次解析有提到非常多漫画跟动画的主线剧情，有兴趣一定要找来看。现在开始到这部大结局之前，入坑都还来得及啊！TV 动画共4季，在木棉花的 YT 频道都可以看得到正版的，真的是不要浪费了。对于这次剧场版有什么想法呢？欢迎都在下方留言。喜欢的也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喜欢 Get Wild 的朋友呢，也欢迎观看我剪辑的新宿 Private Eyes MAD。那我们下次见。劇場版シティハンターエンジェルダスト